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信慧。在这系列影片，我将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如何使用 Arduino。由于教学内容会有连贯性，建议可以依照顺序来观看影片哦。在上支影片中，我教大家如何操控 LED 灯闪烁，而在这支影片，我会教大家如何修改程式码以及控制多颗的 LED 灯。这部影片中会使用到的零件，你可以参考下方资讯栏的零件清单。那么我们就开始吧。ChatGPT 给的程式码都是随机的，但大致上会长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最重要的注解。注解指的是程式码中斜线后面灰色的字，这些灰色的字是给人类看的，电脑是看不到的。因此，如果我把注解的字乱改一通，对程式的运作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是这些注解却可以让你了解这些程式码是做什么用的。所以通常我们拿到程式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注解。在 Arduino 的程式码中，主要有两个区域，分别是 Setup 跟 Loop。这些区域都有用大括号括起来。Setup 这边的程式代码在 Arduino 通电之后只会执行一次，通常是在设定一些东西时会将程式码写在这边，而 Loop 里面的东西则会不断的重复执行，因此通常主要的程式码都会放在这边，像是让灯不断的点亮熄灭，或是让装置不断侦测有没有人经过，这些程式码都会放在 Loop 这边重复执行。在程式码中，如果要操控 LED 灯，就会使用这个功能 Digital Write 数位输出。Digital Write 指令后面的括号可以放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你要操控的角位号码，也就是 LED 灯连到的地方。第二个东西你可以设定成 High 或者是 Low。当我们写了12号角位 High 的时候， Arduino 就会让 D12 的这个孔变成正极。那么依据刚才连接的线路图，这颗 LED 灯就会发光。相反的，如果将程式码改成 Low， 那么这个孔就会变成负极，造成 LED 灯熄灭。所以我们在写程式操控 Arduino 时，其实就是让这些角位变成正极或是负极，借此来控制 LED 灯、马达或是各种装置。再来，我们控制 LED 灯闪烁还需要知道一些指令。Delay 等待指令，这个指令要注意的是，它的单位是毫秒，也就是1000等于1秒钟。另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程式码中的变数，这个变数的指令跟数学的代数是一样的概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Digital Write 后面应该要放数字来设定 LED 灯的角位才对。那这里怎么会放上英文字呢？那么我们往上看，原来在程式码上面有相同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已经被设定成了12的这个数字，因此这个程式码相当于是这样。那么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这么麻烦，写一大堆英文字来代替，直接写12不行吗？当然可以，但是直接写12会有个坏处。当我们要把 LED 灯换成11号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每一个12都做更改。在这个范例中还算容易，但如果你的程式码有100行程式，漏掉了一个数字就完蛋了。但是使用变数的话，我们只要改掉第一个数字，所有名称叫做 LED pin 的变数都会一起更改，这样子调整程式码会方便很多。大致了解程式码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LED 灯闪烁的程式。刚才有提到，主要程式运作的部分都会在 Loop， 所以这个程式码就是让灯点亮，等待1秒钟，然后熄灭，等待1秒钟，这样子一直重复下去。了解程式码之后，你可以观察程式码，并且尝试去修改。你可以手动去修改 delay 的时间、LED 灯的号码，或者是调整 High、Low 的数值，看看会有什么变化。你放心，
乱改程式码顶多是上传不了而已，你并不会因此把 Arduino 弄坏。你也可以把乱改的程式码丢给 ChatGPT， 它会协助你修正。当然，你也可以尝试请 ChatGPT 帮你调整。要注意，调整程式之后，需要按下上传这个按键，将程式代码传到 Arduino 的晶片里面，新的程式码才会执行。也因为程式码已经存到 Arduino 上了，因此 Arduino 不需要电脑也可以运作。你可以将 Arduino 的线连接到手机充电器或是行动电源，这些 LED 灯都会正常运作。如果你要控制很多颗的 LED 灯，也很容易，你可以直接跟 ChatGPT 说明你的需求， ChatGPT 就会给你相对应的程式码。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要连接3颗 LED 灯的话，我们需要连接的其实是3组的 LED 灯，也就是要有3颗 LED 灯、3个电阻与3个低频。将每一组的 LED 灯都分开组装，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个别控制多颗 LED 灯。你可以让这些 LED 灯随机乱闪烁，也可以制作一个类似红绿灯的程式。这边我补充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要同时输入很多角位的话，你可以简化成 D11 空格10空格9，甚至你可以直接打成 D5 到 D9 的 LED 灯闪烁。ChatGPT 同样你能够听得懂。接下来你可以试着操控一大堆 LED 灯，让它产生出许多有趣的效果与应用。在下次影片中，我将会教你如何控制 LED 灯的亮度。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拜拜。